好有过年的氛围啊！哈，这个窗花，还有我红彤彤的这个背景墙，还有我的特辣锅底。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火锅，它只要锅底好吃，它煮什么它都好吃。鸡爪仙人马上就来了，感觉这个千层肚和沙葱混在一起会超疯狂，累死我了，姐妹们！刚刚上了一个大坡，我终于看到我的火锅店了，还有一个超长楼梯等着我。啊，我服了！后面这个上到这里没有啊？什么意思？让我往下走？所以这个上了梯梯都不是2楼吗？好锻炼身体啊，在这里边。来吧，姐妹们，点菜啦！重庆吃过火锅之前真的太消耗能量了，多来点。红锅特辣，招牌手工菜来，鲜切菌花、沙葱嫩肉片、虾手面、鲜切牛肉生口油，哎，这一栏都要。换一个位置，感觉这里好喜庆啊，好有过年的氛围啊！哈，这个窗花，还有我红彤彤的这个背景墙，还有我的特辣锅底。卤肠头、卤牛肉，双爪齐下，还有我的泡泡豆干。不管了，我要先干饭，等它慢慢煮。饿惨了，给我沙葱脆臊蛋炒饭。沙葱豆干好好吃，我觉得它脆脆的。嚼到那个脆臊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的油脂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瞬间化开。所以沙葱是哪个地方产的呀？是甘肃吗？还是哪？我记得好像是，但是我不确定。反正我只记得它是西北地区的产物，是吗？我的泡泡豆干好了。以前吃火锅第一个菜我一定会是毛肚啊、千层肚这种。自从爱上了豆干之后，只有它了。还得是重庆的豆干，好吃。软嫩弹，而且咬下去会感觉它有气泡感。你看它中间是有那种空隙的。沙葱嫩肉片，还有我的金花鲜切牛肉，一起涮了。鲜切牛肉，这种鲜切牛肉，我最喜欢吃嫩的，就刚刚断生，还有一点点粉红色的状态，是我最喜欢的口感。我觉得也是它最好咬的状态，再煮久一点，就不好咬了。沙葱嫩肉片太嫩了，不好夹，直接挑一碗进来。来吧，喂你们一口。沙葱的香味好浓，我还以为它就真的只是表面上摆几个沙葱，就叫沙葱嫩肉片。吃得到那个味道的，而且除了火锅，也没有把那个葱的味道掩盖。现切菌花，那好像一朵花呀。因为它不能煮久了，我就觉得它会老，就会咬不动。因为我这一个就煮久了，前2个煮的特别嫩，这个也嫩。脆毛肚、鲜毛肚，我大家看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，而且它价格都是一样的。先吃这个脆的，好脆，跟它的名字一样，脆毛肚。我用这个毛肚来卷个饭，其实是我想吃饭的。
突然有一种吃那个回锅肉的爽感。我吃回锅肉也喜欢这样吃过。好吃。再来试试这个鲜毛肚，卷起来了，可以吃了。其实两种毛肚都很脆，鲜毛肚的话，其实我会觉得它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绵，但是它依然是脆的。那个脆毛肚就是纯脆啊，非常的纯粹。两个都好吃，反正我是觉得重庆的火锅，这个做重庆的火锅，就是不管是哪个地方的火锅，它只要锅底好吃，它煮什么它都好吃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鲜毛肚它会爆汁儿，就是爆毛肚它本身的那种汁儿。那个脆毛肚的话就是火锅汤汁儿。虾扯面，它里边包的是他们自己捶的虾滑，还有一整颗虾在里边，这个好难下锅，我该一根一根的给它下，不然它会粘在一起。松口油，来涮了。好喜欢它的那种油脂感，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腻，一点都不腻。不要看它白花花的哈，脆脆的。现卤趴牛肉、卤肠头，还有我的火锅鸡爪，2大串，慢慢吃。肥糯有弹性。我就喜欢肠头最里面这一层，好好吃啊！哎，他们家的这个趴牛肉不是那种特别趴的，瘦肉部分会稍微多一点，但是也好咬。鸡爪。鸡爪仙人马上就来了，先吃这个虎皮的。我更喜欢这个趴鸡爪一点呢，这个虎皮的也是我的原因，我不应该开锅煮，因为这个不能煮久了，煮久了其实它会有一点点咸。红糖冰汤圆，那个红糖好香。不行，太冰了，或者拿它化一化。虾扯面，我真的很期待它的口感。我第一口就咬到了虾。吃在这里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其实会比较像拉长版的饺子，但是呢，它确实又会有面片的那种嚼劲和韧性，面条和饺子的。幸好今天穿的灰色，不是白色，回去还可以洗，没关系，多吃一个。里面的沙拉，
千层肚还有我的这个沙葱，给它一起煮。感觉这个千层肚和沙葱混在一起会很好吃，感觉这一口下去会超疯狂。两个不同口感的脆混在一起。我感觉那个毛肚包着它也好吃，牛肉包着它也好吃，就是什么东西包着沙葱都好吃。沙葱、腰花。这样也好好吃。哎，我感觉腰花和这个沙葱更配一点。我要上脸上去。沙门永存，通门永存。冬瓜，好久没吃了，藕片。其实单独吃沙葱，它真的没有那么入味，所以就一定要搭配着那些荤菜，巨香。单独吃它不行，没啥味儿。我的红糖水也化的差不多了。跟你们说拜拜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